猛哥有猛料，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大家好，我是李猛。最近李连杰生病住院的事登上热搜，并且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他心态轻松，开玩笑地说，最近又经历了一次无常的试炼，应急出了点问题，返场维修一下。感谢大家的关心，不用太担心我了，休息一下。李连杰近些年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并且长期饱受甲亢的困扰，整个人也显得老老实多，早已没有了年轻时恭候皇帝的风采。只向他说，李连杰这次住院呢，只是切除了一个小肿瘤，并且是良性的，没什么大碍。其实最近呢，李连杰频繁登上这个热搜，比如大女儿李四结婚，他送了一辆30万的这个国产车作为陪嫁，本身呢是一件开心的喜事，结果呢却引发了这个网友的争议。有些人觉得李连杰作为巨星不差钱，送一辆30万的国产车也太寒酸了吧，甚至有人挑拨说，对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李连杰心里一点也不重视。面对种种七嘴八舌，李连杰则觉得礼物嘛，女儿真心喜欢最重要。不过也有网友称赞李连杰朴实低调，没有一点明星肆意挥霍的样子，值得我们学习。其实回想起李连杰和大女儿李四的父女关系，他们经历了很多波折和误解，最终渐渐化解矛盾。而这一切的缘由啊，都要从李连杰认识了励志说起。李连杰和黄秋燕结婚后，生下了2个女儿，一家4口呢幸福美满。可让黄秋燕没想到的是，李连杰竟然移情别恋，爱上了美人励志。1989年，李连杰拍摄电影《龙在天涯》时，彻底迷恋上了励志，甚至非他不娶。于是李连杰便不顾一切和黄秋燕离了婚，2个女儿也归他抚养。而黄秋燕和李连杰的2个女儿也至此没有了完整的家庭和幸福童年。离婚后，李连杰和励志相恋10年才结婚，而黄秋燕则独自在美国过着孤独而又艰辛的生活。而当地一个餐馆老板再婚后才重获幸福。大女儿李思曾一直对父亲李连杰怨恨满满，也对他的一生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些年，李连杰和黄秋燕离婚，却慈爱励志至今，他一生都困顿于情与债之中。李连杰的原生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母亲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家里除了他之外还有4个孩子，家境普通，孩子众多，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据和朴素。让人更觉悲情的是，在他2岁那年，父亲就因为出差上海中遭遇意外不幸离世。父亲的去世瞬间让整个家庭呢陷入了巨大的这个悲痛和苦难之中。从此之后，孤苦的母亲一个人抚养他们姊妹几个，举步维艰，一家人尝尽了辛酸苦辣。可上天给了他不幸的一扇窗，就给了他开启了幸运的一道门。这道门足够宽敞明亮。8岁那年，李连杰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大恩人，就是恩师吴斌。吴斌觉得李连杰长相俊秀，又有练武的天赋，就把他带到了什刹海体校练武。就这样，李连杰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武术人生，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到了体校后，李连杰的武术天赋开始逐渐展露出来，并且多次获奖。1972年，李连杰就因为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获奖，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2年后，李连杰就获得了全能冠军，少年英才才开始一鸣惊人。李连杰在8岁进入什刹海体校时，就结识了大自己2岁的同门师姐黄秋燕。师姐对这个比自己小的师弟可谓是关怀备至，2人一起练武，一起玩耍，感情非常要好，也让他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师弟少年英才，这一点呢也深深吸引着师姐，所以爱慕之情呢日渐加深。黄秋燕比李连杰大2岁，性格呢温和善良，对李连杰积极照顾，可以说是2小无猜，青梅竹马。李连杰幼年丧父，家境贫困，而家境优渥的黄秋燕对他充满了疼爱与温暖。比如李连杰在午休饿肚子，黄秋燕不顾父母反对，坚持给他带饭。小师弟家里困难，他妈妈一个带大5个孩子。在黄秋燕的温暖和照顾下，年少的李连杰也渐渐动了心，2人最终成了青梅竹马的眷侣。到了1980年，因伤退出了武术界，李连杰迎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那一年，导演张鑫炎筹拍电影《少年4》，找到了武术冠军李连杰。其实这部电影的拍摄期间呢，也有过多插曲，比如当年这部电影一开始是由香港导演陈文执导，吴刚主演。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呢由张鑫炎来接替重拍。张鑫炎拍摄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真的会武功的人来参演，于是就想到了李连杰。李连杰高度不够，所以他们没有选中他。后来我去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以前你不要我，现在来选。所以来的时候呢，马马虎虎打一套道就走了。我就笑，我说你走不了的。导演张鑫炎觉得李连杰相貌正气英俊，而且呢又是全国的武术冠军，堪称是最佳人选。就这样，在张鑫炎的坚持下，李连杰最终主演了电影《少林寺》，
所以呢，张新妍也成了李连杰的第二个重要的贵人。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全国公映，瞬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电影奇迹，男女老幼纷纷追捧，电影《少林寺》彻底响彻四方，更是掀起了一股去少林寺学武的热潮。更加让人震撼的是，当年这部电影票房高达1.6亿多，而当时每张票价才仅仅1毛钱，电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作为主演的李连杰更是一战成名。无人不知，那一年李连杰19岁，彻底名扬天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功夫偶像。也正是从那时起，李连杰的人生开始彻底迎来了逆转，朝着巨星之路走去。年少成名后，李连杰不但帮助家里改变了困难，还迅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所谓意气风发，就是年轻时李连杰的样子。之后他回忆说，1984年在北京有私家车了，在北京开着车在满北京跑，多牛啊！在北京还是蛮便宜的。那红色的车，你也赶快啊！这个我到了那红绿灯就又得偷渡，又得下来，又得跟他们俩聊，蛮好玩的人生经历。由此可见，当年一夜爆红的李连杰到底有多有钱，而且呢，才20出头，就有了常人所没有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李连杰就是当年的全民偶像，无人能出其右。才19岁的李连杰彻底改变了命运，出道即巅峰，巅峰再巅峰。1982年，19岁的李连杰爆红全国，他和黄健的差距渐渐拉开。当时已经成名的李连杰，虽然还和黄秀燕在一起，但他的爱意似乎渐渐模糊不清，甚至有了分手的想法。他后来说自己成名后想尽办法帮助黄秀燕当上了电影女主角，目的就是希望她也能大红，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对得起黄秀燕，就算分手了，也不是因为自己早红了才抛弃了她，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因为我觉得我对得起她，不是我红了把你甩了。事业也成功了，但黄秀燕对他是一如既往的知情，而且默默地为他付出一切，必须对他如初。两人继续保持恋人的关系，两人在一起谈恋爱，有时候让李连杰分不清是爱情还是感动。黄秀燕则一直对李连杰充满了深深的爱意，默默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生活平平淡淡，没有那么浪漫，只要跟他在一起就蛮开心，因为他的脾气和性格都蛮好。成名后，李连杰一直忙于事业，没有太多时间陪伴这个黄秀燕，但他一直没有任何埋怨。有一次，李连杰在拍《南北少林》时摔断了腿，差点成了终身残疾，断送了前程。作为女友的黄秀燕心急如焚，又不顾一切陪在身边，陪他患难与共，百般照顾，如此真情的让李连杰没了分手的念头，彻底陷入了温柔乡。于是，一直渴望结婚的黄秀燕终于等到了李连杰的求婚。1987年，或许是喜欢上了感动，李连杰最终和黄秀燕结了婚。结婚时，两人没有举办婚礼，更没有酒席，婚后蜗居在10几平方的房子里。那一年，李连杰24岁，开始了一段没有结果的婚姻。1988年，功夫片因大批量同类型制作陷入了僵化，李连杰便决定去美国谋生存。黄秀燕也跟随李连杰到了美国生活，并生下了大女儿李斯。那贤内助有了女儿后，黄秀燕安心在家照顾孩子，闲余时间学习英语，日子过得惬意平静。甚至为了李连杰，黄秀燕不惜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相继推掉了《侠女13妹》和《西游记》2个剧组的邀约，安心在家带孩子。可见的婚姻并没有黄秀燕想的如此稳定与美好，即便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也难逃感情的变化和复杂。李连杰一心忙于自己的演艺事业，和黄秀燕聚少离多，2-3个星期才通一次电话。那时候李连杰在美国闯荡并不如意，有了家庭后压力也越来越大，黄秀燕时常为他考虑，所以建议他回到香港发展，自己留在美国照顾女儿。于是李连杰独自一人前往香港，这个决定也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婚姻。1989年，黄秀燕为李连杰生下了二女儿李台蜜，而李连杰则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一年，李连杰在香港拍摄《龙在天涯》，结识了美人励志，彻底陷入了爱河。李连杰被励志深深迷住，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情。他觉得励志比他的母亲和姐姐还要懂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觉得是自己一生的真爱。李连杰有多爱励志呢？原来我为你可以生可以死可以不要命，这个冲动我没感受，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在李连杰心中，遇到励志后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和黄秀燕在一起，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后来李连杰回忆和黄秀燕的婚姻时说，因为太早出名了，不懂爱情，就觉得她对我好，自然就走到了一起，单纯而简单。在他看来，和师姐黄秀燕在一起的并不一定是爱情，或许更多的是感动。而励志的出现只是加速了两人的分开。1991年，李连杰不愿欺骗内心，在电话里向黄秀燕提出了离婚，这让他内心非常震惊和悲伤。我和你在一起并不快乐，在一起就吵架，这对女儿成长不好，我们还是分开吧。他告诉黄秀燕，自己爱上了励志，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的血管都热血沸腾，我知道那个是爱。对我的原来的妻子说对不起，我错，
我找到了我真正的爱。黄秋燕虽然委屈和伤心，但面对李连杰的执意离开，也只能无奈的放手。你爱的人不快乐，因为你在他身边，他对的感情勉强不来，离开或许也是一种成全。1991年，李连杰和黄秋燕离婚，2个孩子的抚养权归于李连杰。黄秋燕得到了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套未还清贷款的房产，而李连杰则转身投入了励志的怀抱。也许是出于演员对舆论的忌惮，2人并没有立刻结婚，而是定下了10年之约。离婚那天，黄秋燕呢悲伤欲绝，痛苦不已。2个女儿呢还很年幼，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呢已被改变。黄秋燕独自在美国生活，因为英语不好，没有生存能力。她无奈之下把2个女儿送到了北京，他们跟着奶奶张凤兰一起生活。李四和妹妹抱住父亲李连杰的腿，哭喊着说：“爸爸别走，我们要和你在一起。”2个女儿成了留守儿童，李连杰则继续闯荡电影江湖，和励志谈起了形影不离的爱情。唯独黄秋燕生活艰难，离婚后没有了经济来源的黄秋燕被迫走上了艰苦的打工之路。她打过零工，当过服务员，可因为还不起房贷，房子被银行收回。后来被一位好心的华裔老太太救助，让她免费住进了自己家的这个地下室。从此开始了她最苦闷的时光。在美国艰苦生存的日子里，黄秋燕呢最牵挂和想念的就是2个女儿。大女儿李斯经常问奶奶，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在身边陪伴自己，每天都期待着父母一起回家。李连杰在电影界闯出了名堂后，工作越来越忙，也很少回去看望女儿，即便回家交流也很少。所以李斯和妹妹一直在缺少父爱母爱的环境中成长，内心充满了孤独和敏感。转眼多年过去了，李连杰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功夫巨星，和励志的感情呢依旧稳定甜蜜。而黄秋燕则成了一名美容师，干了10年后，自己开了一家理发店，在美国过着普通的生活。2个女儿也已经渐渐长大，他们对父亲离婚的事情呢一直难以释怀，尤其是对父亲李连杰埋怨在心。因为父亲呢李连杰是名人，他和励志的恋情呢也经常会出现在八卦新闻上，所以呢李斯在上学时也经常会被同学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取笑他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幸的原生家庭呢让李斯在成长中备受苦恼，内心也开始怨恨父亲李连杰，不明白当年父亲为何要忍心和母亲离婚，更不明白自己为何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幸福家庭。不快乐的童年加上叛逆的青春期，让李四的内心呢充满了孤独与悲愤。1999年，李连杰和励志相恋了10年之久，终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完成了10年之约。不过当时香港媒体却暗讽称，情义千金呢不敌胸脯4两。这个消息让李斯呢无比抗拒，对父亲李连杰也更加怨恨，不愿去原谅他。李连杰邀请女儿李斯参加自己和励志的婚礼，结果被李斯直接拒绝了。他用沉默和冷漠宣泄自己的不满。2000年，李连杰喜忧参半，他和励志生下了1个女儿，母亲则因病去世。奶奶的去世让李斯悲痛欲绝。李连杰开始为了2个女儿的生活和前途着想。李连杰本想就将2个女儿接到身边照顾，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接受，尤其是李斯异常抵触。我和妹妹才不想和你在一起生活。李连杰母亲去世后，李斯和妹妹由李连杰姐姐照顾，并被送到了一所高级私立中学读书。李连杰知道亏欠女儿很多，所以他也开始抽时间回北京看望他们，但父女之间的隔阂依旧没有消除。头2个女儿，她们在成长的过程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工作很繁忙，我没有办法像普通的那个父亲一样的去接他们看他们甚至于他们要保密，孩子们一直长大。但是在他们心目中，是因为同学们都在议论我的电影老师有时候也在议论，而个别的人也会知道，让你爸签个名回来。所以他们的心目中，我还是一个不能说英雄，但是起码是一个很特殊的人。2003年，李连杰和励志又生下了1个小女儿，所以把家庭重心都放到励志这里。多年后，李连杰依旧高调表白励志。我见到另外一个女人，我爱她，我可以为她死，我可以为她不要名不要利，我可以断送所谓的一切前程，因为那个时候我每一天的血管都热血沸腾，我知道那个是爱。而李连杰对励志也是用生命在爱。励志投资失败，他疯狂拍了3年戏，用7200万的片酬给他脱困。这些年，李连杰还把全部身家都交给励志打理，自己完全不过问不担心。励志是笔，我是字，字和笔是分不开的，没有笔何来有字？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定一世。励志是我一生的真爱，他每一天都能让我热血沸腾。除了在金钱上无私给予励志，李连杰更是把内心也都交给了他。2000年，励志为李连杰生下了1个大女儿，李连杰安心在家陪父，推掉了很多片约，比如当时李安就找李连杰拍摄《卧虎藏龙》，结果因为陪伴励志给拒绝了。同黄秋燕生下了2个女儿不同的是，励志生下了2个女儿，自小呢衣食无忧，
而且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的差距也难免会让李斯和妹妹感到不公和委屈，但也无可奈何。在美国的黄秋燕靠着自己的辛勤和努力，过上了平凡和稳定的生活，也终于再次遇到了自己的幸福。和李连杰离婚后，黄秋燕也曾被身边的朋友介绍过很多对象，但她都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渐渐走出失婚阴影的这个黄秋燕，终于打开心扉，遇到了托付一生的男人。黄秋燕的第二任丈夫姓王，在旧金山开餐厅，和黄秋燕的理发店很近。那时候黄秋燕经常会去餐厅吃饭，两人一来爱去就成了朋友。王先生和前妻离婚后，把财产都给了前妻，包括了在餐厅。后来前妻患癌，他也一直在身边照顾，直至前妻去世。黄秋燕被王先生的极好的品行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谈了2年就结了婚。黄秋燕再婚那一天，李连杰以孩子的名义拿出了5万美元，让他选一辆汽车作为礼物。结婚后，黄秋燕和丈夫一直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2个女儿长大后也回到了身边。李连杰因为女儿李斯一直不接受自己，所以心里的失婚苦闷。时隔多年，联系上了黄秋燕。李连杰向黄秋燕倾诉女儿对自己的抱怨，希望她能开导他们，缓解父女之间紧张的关系。黄秋燕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明白李连杰的难处，于是开始开导和安抚女儿。在母亲黄秋燕的教导下，女儿李斯渐渐释怀，内心的纠结和怨恨也随着成长慢慢消退。李斯和妹妹从北京的私立学校毕业后，又被李连杰送到了美国读书，终于和母亲黄秋燕团聚。母女团聚也让当年的种种心结渐渐融化，一家人朝着更加平静幸福的生活走去。李斯还给李连杰送去过圣诞贺卡，我们送给爸爸一件外套，平安是领子，吉祥是袖子，幸福是扣子，快乐是里子。如今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些往事早已过往云烟，每个人也都渐渐释怀，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可对于李连杰来说，他这一生是辜负了黄秋燕，才换来了对励志的痴情一片。关于李连杰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猛哥有猛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